我们今天要特别关心到的是哥都里共和国现在突然间冒出头，他是谁呢？他其实是在泰国跟缅甸边境突然间冒出他自己称要独立的一个新国家。那在这个此刻，我们也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军警则是高压掌控整个电诈的核心，能够成功控制住吗？这个新政权又能够撑多久？其实呢，中国大陆或许会决定他的生死。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缅甸的反政府军，本来是克伦民族联盟的这个已故领袖的儿子哦，他叫做奈尔达妙。1月5号这天，他就宣布了说，他要正式的脱离缅甸，成立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地方哥都里共和国。那他也说呢，他是这边的一个首任总统，他其实是原来的缅甸反政府军的这个儿子哦。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共和国他现在要独立哦。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在未来的缅甸战后，他就可以强化自身在战后的权力重组跟政治的筹码，他可以掌握在手上。但是呢，现在也关键是在说，这个政府军到底会不会让出？这个我们要持续的做观察。那厉将军又怎么看？真的这个共和国能够成功独立吗？还是会迅速的被缅甸军政府给歼灭掉？泰国呢？旁边的泰国又会如何看？缅甸这个国家啊，你可以说它是国中有邦，邦中有派，是一种性质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对于各邦来讲，它不见得都能够都服气它，都能够有效的管理，甚至有些邦来讲，等于是已经是半独立的状态。但这些邦里面又各自有各自的民族武装组织。我们光讲这个哥都里共和国，它是属于克伦邦的这个位置。那克伦邦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民族武装组织包括我们讲索奇都包括讲的是这个哥都里另外还有一些像佛教组织的派系，它也各自有各自武装有时候这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互相也是派系互相的攻打，或者是互相的整合所以这个哥都里它这个是不可能真的能够宣布成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因为你要正式成一个国家有4个基本条件。第一个，你要有永久的人口，但你现在人口并不统一啊，你只是克伦邦里面的一个组织，一个民间组织而已，并没有哪些人是你确实的国民是没有固定的人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的领土也没有界定你领土，你不要说你们克伦邦跟这个缅甸军政府有没有分，你自己克伦邦里面各个这种民族武装组织，你就没办法去划分界土。另外来讲的话，你这个政府就靠你们这几个人，我觉得并不形成一个政府。一个政府包括内政、外交这个财政等等相关的，你也都没有。最后来讲，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你一个国家，你最起码要获得国际上面有关的友邦承认嘛那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所以这个只是它一个政治上一个口号，只是在一个过程中一个连一个也成不了气候。那我这边说明一下，为什么哥都里这个共和国会突然冒出来说他要独立呢？我觉得跟妙瓦底这个地方被这个诈骗集团被剿灭有关大家都知道，妙瓦底这个诈骗集团一定是在这个缅甸的军政府，也就是敏昂莱他们的默许之下，在这边运作，你才有可能那么嚣张嘛。那你说他们没有奉献好处给敏昂莱这个军政府吗？我是不相信的。那不然的话，敏昂莱为什么会包庇他？敏昂莱为什么会任命这个地方的头叫索奇都，而且给他担任一个边防军司令？他并不是真的军人只是因为他是这个地方一个这种他的武装组织，那你就以政府的官衔给他任命他当地方这个所谓边防司令。所以很明显的，敏昂莱跟这个妙瓦底的诈骗组织一定彼此有互相勾连。那现在好了，当中国来讲要开始打诈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这个动到的就是敏昂莱的既得利益嘛，因为你敏昂莱你不得不这个做一些动作，让中国能够服气，不然中国绝对不服啊！你诈骗都是我中国人民所以敏昂莱也对妙瓦底地区的很多的所谓诈骗集团不管是做样子还是真的，他也炸了好几栋的建筑物也对这个地方实施剿灭。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些地方的头当然就不服气你我本来我还奉献交钱给你的，你现在居然回过头来打我，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我就宣布独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原因宣布可能性的这个可能性居高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奈尔
达庙它是不是就能够建国？你要知道，你光你自己邦里面你都摆不平，你后面还有一些头头呢，你光克伦邦里面还有一些头头，你都摆不平，你怎么可能在那边说自己就成立一个共和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是凸显出来缅甸军政府它在它的统治权这个崩溃之前各地方的民间武装组织，他们这个各自这个表达他们自己权利的一个机会那利用机会，我宣布共和国成立，那以借此在往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独立，或者是自治，或者是扩充它军备的一个方式而已啊。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是真的有一个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此刻，可以说是缅甸自己内部派系的各种武装组织，许多的武装组织就崛起。但是重点是我们也来观察一下，他宣布在这边成立国家，刚刚说嘛，很困难，真的要成立一个国家。但是呢，重点是他还刚好卡在泰缅这个最乱、最黑、最敏感的地带，因为他其实要成立新国家的地方是在电诈产业的一个核心地带，包括了说，妙瓦底在这里 ，KK 园区也在这里，还有太仓园区也在这里。这里过去除了有很多的地方军阀之外，那中国大陆过去也曾经会同当地的缅甸跟泰国政府一起来打妙瓦底这边，清除了 KK 园区等等。接下来中国会怎么样处理在诈骗园区这边的事情？跟这个泰国跟缅甸一起合作还可以成型嘛？那北京会怎么看这个新政权？委员又怎么看？对，之所以会在这里宣布成立所谓的哥都里共和国，就是因为看准了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嘛，他就看准了这个地方非常的乱反正呢，我先成立一个共和国，那么不管哪一方的势力要来处理，恐怕短时间之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成立一个共和国有这么容易吗？如果照这么容易，我们今天这个整个摄影棚的人，我们就可以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了。就是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前提是你要有人承认你啊，没有人承认你，承认一个共和国有什么用？没有人承认你的时候，你就算自己自称是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也没有人理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哥都里共和国，只能够很直白的说一句就是山贼土匪占地为王，然后自己称王的那种感觉，就自己当总统当得爽。但是我也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去支持他。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他过去跟电诈集团可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任何的角度，在国际政治的角度、国际法的角度、在道德的角度上，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会承认这个共和国的。所以这个共和国最后就是一个笑话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就很难再联合缅甸政府去打诈了？我觉得不会因为一个不被承认的哥都里共和国，说穿了就继续就是克伦民主这个联盟啊，就一样的名字，只是换个招牌、换面旗帜，人马都是一样的，地盘也在那里啊。所以只要中国大陆跟缅甸政府谈好了，或者他施的压力够大，那么缅甸的政府军必须要交出一些成绩单。那么当然，接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清剿行动仍然会全面的展开的，因为毕竟现在诈骗的行为实在太过于严重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有多严重，其实中国大陆就有多严重。那你说对中国大陆来说，他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毒瘤拔掉那么会造成他自己国内更多的问题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毕竟台湾不，这个中国大陆不是台湾，台湾现在只能够这个隔海骂两句，我们也不能够派兵，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中国大陆它对东南亚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更何况它对缅甸军政府还有一定的交情跟管道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成立共和国是无法阻止中国大陆打诈决心落实的可能的啦。这只是喊一喊自己喊得爽而已了。好，同样的问题，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游击队的地方势力，对，它没有办法构成一个国家的条件。怎么可？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诈建国的，因为靠实力建国，哪有靠打诈建国？这个奈尔达庙，他是继承他爸爸的这些势力，然后现在成立一个在就是这个礼拜1月5号要成立的克伦民主联盟的，然后就变成了这一个哥都里共和国。那在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割地为王、占地为王的一个山寨而已。他总共的这些游击队，通通加起来7000人，你能够跟缅甸的政府军能够相抗衡？不可能，因为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他在缅甸的东北方，他过去东边就是泰国，他给这个缅甸政府如果对他突击、对他轰炸或什么，他可以向泰国这边撤退，那泰国会有警戒啊。那第二个，
因为缅甸内战从2次大战完毕之后，缅甸建国都没有停过，16股地方势力啊，他为什么要宣布他的那个哥杜里共和国？因为前面还有很多的党呢，他在后面。缅甸政府军你要从仰光出发，你要一路往北打，先打其他的这游击队，他躲在后面，他认为他相对的安全。但是我们知道啊，兵法上有说啊，要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他广积粮也没有，高筑墙也没有，就先称王。这个就是个军事上的战略的败笔。你以为靠7000人枪就够了？7000人枪是不够的，没办法跟缅甸还有空军呢。他认为他又可以用 AI 有机器人有这无人机，那只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军事武力而已，没有办法形成气候。我认为他是一个自嗨，然后感觉到他是个国家，是个首领，是个他已经自封总统了。他的这个奈尔达妙说他是哥杜里共和国的总统，他已经宣布是总统哦。对。那但我认为只是自嗨而已，这个并没有办法能够承认一个实质的国家。全世界没有靠打仗可以建立国家的，不可能。你的疆域、你的政府呢？你的教育制度呢？通通没有啊！你怎么走？所以我认为只是一个自嗨而已。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都